你好，今天我们聊点特别有意思的，就是中国人最爱说的那些话。你想想啊，每天我们张嘴说话，有些话真的是脱口而出，都不用过脑子的。对，就像条件反射一样，我昨天还在想，为什么我们见面第一句话总是吃了吗？明明现在也不缺吃的了。哈哈，你这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，吃了吗？绝对是咱们中国人的经典开场白。这话啊，其实不是真的关心你吃没吃，更多的是一种问候方式。就像外国人说 How are you 一样，也不是真的要听你汇报身体状况。对，但是吃了吗？这句话背后的文化含义特别深。你想啊，在过去那个年代，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所以问你吃了没，其实是在关心你过得好不好。我奶奶就特别爱这么问，每次见面不管什么时候，她都要问一句吃了吗？有时候我刚吃完饭出门碰到邻居，人家也会问吃了吗？这就是习惯嘛，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这句话还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亲切。陌生人之间一般不会这么问，都是熟人才会说。对，有种拉近距离的感觉。说到拉近距离，还有一句话也特别常见，就是随便。哎呀，这个随便可太经典了，中国人的随便啊，那学问大了去了。怎么说？你想想，朋友问你想吃什么，你说随便，但其实心里可能有想法，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，怕给别人添麻烦。我就经常这样，明明想吃火锅，但还是说随便你定吧。然后朋友说去吃日料，心里就有点小失落。就是这个意思，随便表面上是没主见，实际上是一种谦让和体贴。咱们中国人啊，总是习惯把自己的需求往后放，先考虑别人的感受。这确实是咱们的文化特色。还有一句话，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，就是不好意思。对，不好意思这句话，中国人一天能说好几遍。问个路要说不好意思，麻烦别人帮忙要说不好意思，甚至有时候没做错什么事也要说不好意思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在电梯里别人踩了他的脚，他第一反应是说不好意思。我当时就想，明明是别人踩你，你道什么歉啊？哈哈，这就是咱们的习惯，不好意思已经不只是道歉了，更像是一种社交润滑剂。说了这句话，气氛就缓和了，大家都不会觉得尴尬。确实。还有一句话，我觉得也特别能体现中国人的性格，就是还好吧。哎，这个还好吧，可有意思了。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，你说还好吧，这3个字里面包含的信息量特别大。怎么理解？你想啊，还好吧，可能意思是真的还不错，但不想显得太张扬，也可能是其实不太好，但不想抱怨，不想给别人添负担。对，就是那种很含蓄的表达方式。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把情绪表现得太明显。就是这样，比如说你工作压力特别大，累得要死，但朋友问起来，你还是会说还好吧，就那样，既不想让人担心，也不想显得太矫情。这让我想到另一句话，没事儿，这个也特别常用。没事儿这个词啊，简直是万能的。别人撞了你一下，你说没事儿；朋友向你道歉，你说没事儿；遇到什么困难也说没事儿。我觉得没事儿体现的是一种大度和宽容，就是不想把事情搞复杂，能过去就过去了。对，而且说没事儿的时候，通常还会摆摆手，那个动作特别有画面感，就好像在说这点小事儿不值得计较。确实，说到画面感，还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就是改天请你吃饭。哎呀，这句话太经典了，改天请你吃饭，但这个改天到底是哪天，可能连说话的人自己都不知道。对，这就是一种客套话，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假的，至少表达了一种善意和感谢。就是这样，比如说朋友帮了你个忙，你说改天请你吃饭，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真的要请吃饭，而在于表达感激之情。而且有时候真的会兑现，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说了改天请你吃饭，过了几个月真的约了一顿。那你这算是比较靠谱的了，很多人说了就忘了，但大家也都理解，毕竟这更多的是一种礼貌性的表达。说到礼貌，还有一句话特别能体现中国人的客气，就是你人来就好了嘛，还带什么礼物？哈哈，这句话简直是中国式客套的典型代表，嘴上说着不用带礼物，但心里其实还是挺高兴的。对，这就是咱们的文化，既要表现的不在乎物质，又要让客人感受到重视。我记得小时候跟我妈去亲戚家，我妈总是要带点什么，到了地方亲戚就会说，你看你还带什么东西，太客气了。但是如果真的空手去，
可能就不太合适了。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种默契，说不用带礼物是客气，真的带了礼物是礼貌。而且这句话还有个变化版本，就是你看你太破费了，意思差不多，都是在表达一种谦逊和感谢。这些话听起来都很熟悉。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，就是多吃点儿。多吃点儿，这个绝对是中国饭桌上的经典台词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吃饭，总会有人说这句话。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温暖，虽然就3个字，但是包含了很多关爱。对，特别是长辈对晚辈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那种疼爱的感觉特别明显。我奶奶每次看到我都要说多吃点，你看你瘦的。我也是，而且不管你多胖，在长辈眼里你都是瘦的，都需要多吃点儿。这就是中国人表达关爱的方式，在咱们的文化里，吃饱了就是幸福，让你多吃点就是希望你过得好。而且这句话还体现了中国人的好客，家里来客人了，一定要让客人吃好喝好，这是最基本的待客之道。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客人已经吃得很饱了，但主人还是会不停地说多吃点，别客气。这种热情有时候让客人都有点招架不住。对，但这种热情是发自内心的。说到发自内心，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就是你最近怎么样？这句话是很常见的问候语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这句话的回答通常都很简单，很少有人会详细的说自己的近况。对，一般就是还行，挺好的，老样子这样的回答。这就是中国人的交流习惯。你最近怎么样，更多的是一种关心的表达，而不是真的要了解对方的详细情况。除非是特别亲近的朋友，才会真的聊起最近的生活。就是这样，这句话其实是在传递一种信息，就是我关心你，我记得你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，能有人问一句你最近怎么样，其实挺暖心的。确实还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，就是我就占你们1分钟。哈哈，这句话太经典了，通常是老师或者领导说的，但这1分钟往往会变成10分钟，甚至更长。对，我上学的时候，老师经常在下课铃响了之后说我就占你们1分钟，然后继续讲了好久。这已经成了一个梗了，大家都知道这1分钟不是真的1分钟，但也都习以为常了。我觉得这句话体现了说话人的一种心理，就是知道自己在占用别人的时间，所以先表个态，表示自己会尽快结束。对，虽然实际上可能做不到，但至少态度是好的，而且听的人也理解，毕竟有些事情确实需要交代清楚。这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言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但也都接受。说到这里，我觉得咱们今天聊的这些话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体现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智慧。怎么说？你看啊，吃了吗体现的是关心，随便体现的是谦让，不好意思体现的是礼貌，还好吧体现的是含蓄。对，没事儿体现的是宽容，改天请你吃饭体现的是感恩，多吃点体现的是关爱。这些话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，它们不只是语言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体现。我觉得这些话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都很温和，没有攻击性。对，中国人在语言表达上比较注重和谐，即使是拒绝别人也会说得很委婉，比如不太方便，可能不行这样的。这确实是咱们的文化特色，不过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误解，比如外国人可能不太理解咱们的客套话。就是这样，我有个外国朋友刚来中国的时候，每次听到改天请你吃饭都很认真的在等那个改天，后来才明白这更多的是一种礼貌性的表达。这就是文化差异。不过我觉得咱们这些话虽然有时候显得客套，但确实能让人际关系更和谐。对，这些话就像润滑剂一样，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。虽然有时候不是字面意思，但传递的善意和关怀是真实的。而且这些话都很简单，但是使用的场合和语气不同，表达的意思也会有差别。就比如说没事儿这个词，如果是朋友之间说，那就是真的没事儿，但如果是在工作场合，可能就需要仔细琢磨一下了。对，语境很重要。
还有语气，同样一句话，语气不同，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中文的魅力所在，简单的几个字，但是包含的信息量特别大。我觉得学会这些话，不只是学会了语言，更是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。就是这样，这些话教会我们要关心别人，要谦逊有礼，要宽容大度。而且这些话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，不是刻意设计的，所以特别真实。对，他们就是中国人生活智慧的结晶，几千年的文化传承，最终浓缩成这些简单但深刻的话语。我现在想想，这些话确实陪伴了我们的成长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长大的。而且这些话还在不断的传承下去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用一些新的表达方式，但这些经典的话语依然在使用。对，比如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说随意而不是随便，但意思是一样的。语言是会变化的，但背后的文化内核是不变的。关心、谦让、礼貌、宽容这些品质永远不会过时。我觉得了解这些话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有帮助。对，如果有外国朋友想了解中国人，我觉得从这些日常用语开始是个很好的切入点。因为这些话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。就是这样，而且这些话都很实用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。我想起来还有一些类似的话，比如辛苦了、慢走、保重这些。对，辛苦了，这个也特别常用。同事加班了，说辛苦了；服务员为你服务了，也说辛苦了。这体现了对别人劳动的尊重和感谢。而且辛苦了这句话特别暖心，让人感觉自己的付出被看到了，被认可了。确实，还有慢走，这个也很有中国特色。慢走表面上是提醒别人注意安全，实际上是一种关怀的表达。对，就像路上小心一样，都是在表达关心。这些话虽然简单，但是让人感觉很温暖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这种温暖特别珍贵。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在语言表达上确实有自己的特色，既含蓄又温暖。对，不会太直接，但也不会让人感觉冷漠。这种分寸感特别难得。而且这些话都很自然，不会让人觉得做作或者虚假。因为他们都是从生活中来的，是真实情感的表达。我现在想想，如果没有这些话，我们的日常交流可能会少很多温度。就是这样，这些话就像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，让我们的社交更加顺畅和谐。而且学会使用这些话也是一种社交技能。对，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。比如说什么时候说不好意思合适，什么时候说没事合适，这都需要经验。而且同样的话，对不同的人说，效果也可能不一样。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交流中慢慢体会和学习。对，这些话的使用是需要智慧的。我觉得今天咱们聊的这些话真的很有代表性，它们几乎涵盖了中国人日常交流的各个方面。从问候到告别，从感谢到道歉，从关心到客套，确实很全面。而且这些话都很简洁，但是表达力很强。这就是中文的特点，言简意赅，但内涵丰富。我想如果有人想快速了解中国人的交流方式，学会这些话就够了。对，掌握了这些话，基本上就能应对大部分的日常社交场合了。而且这些话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。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这些话背后承载的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。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聊天特别有意思，让我对这些平时习以为常的话有了新的认识。对，有时候我们需要跳出来看看自己的文化，才能发现它的独特之处。而且通过分析这些话，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身边的人。就是这样，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，更是理解世界的方式。我想，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有意思，可以分享给朋友们，大家一起聊聊这些话背后的故事。对，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和体会，交流起来会很有意思。